我国公布新一轮免签国家后，欧洲仅剩3国未免签，他们都是谁？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我国将会对斯洛伐克、芬兰、挪威等9个国家实行免签政策。这样一来，我国实行免签的国家就达到29个，这9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除了日本之外，也都是欧洲国家。这一政策的推出不仅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便捷的桥梁，为外国友人提供了来华的便利，同时也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举可谓是双赢之策，值得庆祝与赞扬。值得一提的是，在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后，我国已对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实施了免签政策，但其中却有3国例外。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对这3个国家免签，主要还是这3个国家自己作的。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瑞典。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北欧5国之一。该国西临挪威，东北与芬兰接壤，西南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东边为波罗的海与波蒂尼亚湾，与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瑞典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 15% 的土地位于北极圈内，总人口为1056万。瑞典的3大资源是铁矿、森林和水利。该国的铁矿储量为 36.5 亿吨，是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森林覆盖率为 54%， 每年可利用的水利资源为2014万千瓦。此外，瑞典还有铜矿、铅矿、油矿等，但储量一般。到21世纪初，瑞典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持续下降，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3% 左右。瑞典的优势工业部门已经转向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医药、电讯、软件、远程通讯、光子领域，瑞典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瑞典是北欧5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从经济实力角度看，其2021年的 GDP 总量高达6274亿美元，稳居北欧之首。另外，在工业、人口、经济等多方面，瑞典堪称北欧第1强国。但是为何北欧国家之中只有瑞典被视为特殊呢？这其实还是因为瑞典自己本身的原因，即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表不当言论，所以这样一个对我国并不友好的国家，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对其免签。毕竟中国一向致力于和平发展，但对于破坏和平的国家，自然也就不用给任何好脸色。2. 捷克。地处中欧的捷克，其东面毗邻斯洛伐克，南面接壤奥地利，北面临接波兰，西面与德国相邻，国土面积 7.89 万平方公里。2023年人口约1090万，其中有 90% 以上为捷克族。这一国家位于北温带上，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年均降水量683毫米。国内的地形主要由平原、山地和高原组成。捷克国内的褐煤、硬煤和油矿蕴藏丰富，其中褐煤和硬煤储量约为134亿吨，分别居世界第3位和欧洲第5位。石油、天然气和铁砂储量甚小，依赖进口。其他货物资源由锰、铝、锌、萤石、石墨和高岭土等。捷克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 266.8 万公顷，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4%， 在欧盟居第12位。主要树种有云松、冷杉、橡木和榉木等。捷克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99年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工业基础雄厚，外贸依存度较高，主要工业有机械、化工、冶金、纺织、电力、食品、制鞋、木材加工和玻璃制造等。出口对象是欧盟成员，尤其是德国。目前该国经济大多已经私有化，包括银行和电信业。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3309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3.04 万美元。捷克是中欧8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3. 立陶宛。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立陶宛国境线长达1644公里，西临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接壤，北与拉脱维亚为邻，东接白俄罗斯，南接波兰，海岸线长90公里，国土面积广阔，达 6.53 万平方公里，人口 289.5 万，地形以平原为主，建有西部丘陵和东南部高地，其中最高点海拔 293.6 米。立陶宛的矿产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主要依赖进口。然而，该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并不缺乏选择，如西部地区的石油、泥煤以及波罗的海大陆架的资源。此外，东南部还有丰富的铁矿和花岗岩等矿产。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森林和水资源也十分丰富，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的森林，覆盖了 217.7 万公顷的土地。森林覆盖率超过 30%， 其中以针叶林为主，尤其是松树。此外，森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蘑菇、浆果和草药资源。立陶宛的工农业较为发达，独立后通过企业私有化逐渐融入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形势总体稳定。工业是该国的支柱产业，涵盖了矿业、采石业、加工制造业以及能源工业等多个领域。农业方面以畜牧业为主，其产值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90% 以上。此外，立陶宛的电子、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糖、奶肉制品等出口产品具有明显优势。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77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2.71 万美元。立陶宛也是波罗的海3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中方免签待遇的国家。未来国际形势多变，但合作共赢的原则不变。那些坚持对抗者不仅会错失良机，更可能自断市场之路，终将自食其果。距菲律宾仅80公里，彭博暗沙被强占数十年，中国借台风巧妙收回。彭博暗沙位于南沙群岛之中，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在一场台风肆虐之际，越南趁着我国撤退悄悄占领了这里，而我国并未采取武力强攻，而是以静制动，耐心等待。最终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成功地收回了这一岛礁，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坚定态度。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彭博暗沙的地理位置。彭博暗沙位于仙丁礁东南方约50公里处，在仁爱礁的东面，紧靠南沙海槽，是南沙群岛东北部的一个重要岛礁。它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相距仅80公里。尽管名为暗沙，但该地区并非完全淹没于水下，在低潮时，部分礁石会露出水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椭圆形环礁。环礁南北长约 2.4 公里，东西宽约 1.5 公里，总面积虽然不大，但中间却有一个大型西湖，西湖面积可达 1.3 平方公里，水深在29米至36米之间，沙质铺底，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浅湖，无礁门通往外部海域。环礁周围的地势较高，特别是在东南端，有一处名为马祖岩的礁石，退潮时能高出水面 0.6 米，也被称为以心石。2. 彭博暗沙巧妙的回归历程。在很早之前，我国就已经将彭博暗沙划归进了版图之中，并且在1935年的时候将该岛命名为棒底礁。等到了1947年，这一岛礁的名称又被改为彭博暗沙。该岛礁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都被我国的台湾所控制，因为岛上的环境相对较为恶劣，经常会受到大风大浪的侵扰，所以台湾对这座岛礁的实控力度也没有那么强。到了1974年，因为遭受到了超强台风的侵袭，驻扎在这座岛屿上的台湾官兵只能撤到太平岛上躲避这场灾难。没想到远在800千里之外的越南抓住了这次机会，将彭博暗礁占为己有，在岛礁上筑起了高脚屋，并驻扎了士兵，另外还进行了渔业和石油勘探活动，一时间僵持不下，彭博暗沙的收回变得困难。彭博暗沙在经历了近40年非法侵占之后，回归祖国怀抱的一大转机悄然而至。万万没想到，在2011年的时候，新的一场强台风在南海肆虐，并且席卷到了彭博暗沙之上。越南在彭博暗沙上的哨所和船只防护措施不足，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基本上都被冲毁，所以越南只能选择暂时离开此礁躲避。
这一撤离行动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夺回彭博暗沙的机会。我国的海军和渔民组成了联合舰队，并且迅速行动，将大量的建筑材料运至彭博暗沙、加固哨所等基础设施后，驻扎了海军和渔民，还重新竖起了我国的国旗，将彭博暗沙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后期等越南反应过来，也无法将该岛礁再次抢走。3. 彭博暗沙的战略价值。我国为何不遗余力地争取夺回彭博暗沙？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领土，更因为其蕴藏的巨大价值。首先是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彭博暗沙作为南海的一部分，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点。彭博暗沙位于南沙群岛东北端，紧邻巴拉望水道，距离巴拉巴克海峡仅约200公里之遥，并与南华水道相邻，是南海通往太平洋的关键航道节点。巴拉巴克海峡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与菲律宾巴拉望岛之间，是美国第一岛链上的重要战略位置。近年来，美国曾尝试在附近增设军事设施，加强对南海航道的监控，从而遏制我国从南海进出太平洋。彭博暗沙处于我国第一岛链监控的重要位置，强化对它的控制可与永暑岛、美济岛等人工岛形成稳固的战略配合。此外，仁爱礁和仙滨礁恰巧位于彭博暗沙与美济岛的连线之中。通过建设彭博暗沙，我们不仅可以加强对这2座岛礁的战略影响力，还能向东延伸战略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美国关岛等区域。所以，彭博暗沙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前哨站，拥有它就可以更好地保护我国南海海域，甚至可以延伸东南沿海区域。其次就是资源上的经济价值。南海海域如今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可用资源，目前虽尚不明确彭博暗沙周边资源的具体数量，但据推测，该地区蕴藏的资源应该相当丰富。另外，彭博暗沙在南海海域上也属于一处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且，彭博暗沙的填海造陆潜力巨大，成功后将变成重要的海上补给和中转站，对相关海域经济利益具有间接保障作用。通过收回和控制彭博暗沙，我国不仅保障了海洋资源，还积累了宝贵的岛礁管理经验，为未来更多岛礁的收回提供了重要参考。如果没有湖北，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湖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奠定了钢铁工业的基础，其工业和科技产业发达，还是重要的汽车制造和光电子产业基地。如果没有湖北，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湖北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湖北省坐落于我国中部地区，总面积达到 18.59 万平方公里，其地理位置优越，东接安徽，西临直辖市重庆，北与陕西、河南相邻，南连江西和湖南。此位置犹如全国交通的天元位，长江经济带与京广铁路大动脉在此交汇，形成一个黄金十字交叉点。密集的高铁网络构建了通达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主要城市群的3小时高铁圈，其覆盖范围甚至能辐射至全国 90% 的经济总量。这种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使得湖北成为了国家双循环战略的关键节点。作为长江中游的核心省份，湖北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实现了通江达海的目标。长江干流航道在湖北境内长达1060公里，占长江干线航道总长的1/3。武汉、宜昌、黄冈、黄石、荆州、鄂州等城市坐落于长江两岸，这些城市的港口如武汉港、黄石港、宜昌港等，为湖北的内河航运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特别是武汉港，其年货物吞吐量高达 1.5 亿吨，占据了长江中游集装箱中转量的 80%， 在推动国家中部崛起、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建设武汉航运中心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湖北省的地势独特，东北西3面被山地环绕，中间地势较低，并向南敞开，山地广袤，占据了全省总面积的约 56%， 其地貌类型丰富，包括火山岩、喀斯特以及花岗岩等地貌。湖北也被誉为千湖之省，境内湖泊众多，其中被列入省保护名录的就有755个。长湖、斧头湖以及洪湖等都是其主要湖泊。此外，湖北还是我国水库容积量和大型水库数量排名第1的省份，水资源之丰富可见一斑。
除了水资源，湖北省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在已发现的150种矿藏中，有102种矿产的储量已经查明。当地特色的矿藏如菊花石、绿松石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而磷矿、岩盐以及石膏等矿藏则具有极好的发展前景。2. 湖北省的不可替代性。首先，湖北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武昌起义引发了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统治。其次，如果没有湖北，那么众多食客便难以品尝到鲜美的小龙虾。在2024年，湖北小龙虾的产量高达3亿公斤，占据了全国总产量的近半数，稳居全国之首。每2只小龙虾中就有1只源自湖北，可见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与小龙虾加工中心，实至名归。年加工量超过8亿公斤的潜江，占全国加工量的1/4，其地位无可撼动。而建立作为湖北的小龙虾产量大县，年产量超过17万吨，连续12年稳居全国首位。除了小龙虾，湖北的大闸蟹也颇具盛名。作为千湖之省的湖北，大闸蟹的产量同样位居全国前列，年产量达 19.19 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4左右。每4只大闸蟹中就有1只来自湖北，可见湖北水产之丰富。另外，湖北还是产粮大省，稻谷产量高，每年净调出稻谷100亿斤左右。湖北不仅在农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实力亦不容小觑。2024年湖北的 GDP 已经超过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7，已经超越了多个沿海省市区，人均 GDP 已达到 10.28 万的高水平，经济实力显著。因此，湖北被誉为内陆之王，可谓实至名归，对于沿海地区也形成了有利的竞争态势。在能源供应方面，湖北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三峡水电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为江浙沪、广东等省份提供了大量的电力支持，保障了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此外，湖北的光谷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的光电子产业重镇。光谷的光纤产量不仅占据国内半壁江山，更是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其地位举足轻重。谈及基础设施建设，湖北更是功不可没。中国是当前全球桥梁建设技术最先进、成就最显著的国家，但国内造桥还得看湖北。长江上的桥梁有70%以上都是武汉制造的。不仅如此，世界上近半数的大跨度桥梁也是出自武汉的设计与建造，如港珠澳大桥、中马友谊大桥等重大工程都由武汉的基建企业和设计单位参与其中。而中国的高铁事业亦离不开湖北的贡献。武汉站作为中国第1座高铁站，它的建设拉开了中国高铁网络走向世界的序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湖北对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贵州未来富得流油的6个县，各个发展潜力巨大，有你的家乡吗？县域经济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晋江模式还是义乌模式，都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说起贵州，最先想到的就是令人回味的美食以及壮丽的自然山水，而且它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但你知道贵州富得流油的是哪6个县城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清镇市是一座由贵阳市代管的县级市，其东西宽42.6千米，南北长55.7千米，总面积10386.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56.91万。它不仅是省城贵阳市的西大门，境内还有著名的4A级景区红枫湖，其地势东南与西南高，地形主要以丘陵、山地和坝地为主，海拔基本在1200至1400米之间，高度在1762.7米的宝塔山是境内最高峰。清镇市区位优势突出，交通非常便利，境内拥有多条高速公路和省道交汇，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距离也不远。清镇市近年来正在不断的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承接贵阳的产业转移，重点发展的产业有高新技术、现代物流以及生态旅游等，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350.1亿元，比上年增长 6.1%。仁怀市是由遵义市代管的贵州省辖县级市，其东西两端的距离有17千米，南北跨度在 61.2 千米左右，总面积17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有 65.20 万。仁怀市地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水量可达1019.8毫米。另外，仁怀市的资源丰富，
截至2005年，探明矿产资源有煤、铁、铅锌矿等10多种，其中储量最大就是煤炭，有18亿吨，不仅分布广、质量好，而且开采情况也较为容易。仁怀市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都是以白酒产业为主，它不仅是酱香酒的发源地，还是中国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而且治水河谷旅游带火热，酒旅融合让城乡居民共享液体黄金红利。2023年，仁怀市生产总值以800.32亿元，比上年增长 8.7%。福泉市隶属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处于云贵高原左斜坡，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1020米。当地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在1033至1220毫米。福泉市的南北最长距离约55.2千米，东西最大宽度约52.1千米，总面积1688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4.21万。福泉市的旅游景点众多，主要有福泉古城文化旅游景区、福泉黄丝江边旅游度假区、格蚌河自然生态游景区、福泉撒金谷。另外，福泉市境内的磷矿储量达 12.61亿吨，拥有亚洲最大磷石膏质酸基地。目前磷化工、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3大集群正在齐头并进。2024年的生产总值为301亿元，同比增长 9.4%。由6盘水势代管的盘州市，全境地势西北高，东部和南部较低，其南北跨度有107千米，东西两端最宽的距离有66千米，总面积40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7.67万，有284万亩的森林面积，覆盖率可达 46.69%。目前盘州市已探明20多种矿产资源，有煤、铁、铜、黄金等，其中该市还是长江以南最大主焦煤基地，煤炭资源已探明105亿吨，拥有储量大、品种全以及质量优等特点，更是被誉为煤电之都。盘州市地处滇黔两省的交界地带，是贵州面向云南和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734.56亿元，同比增长 4.6%。隶属贵州省毕节市的金沙县，其地形狭长，东西两端的长度有100余千米，南北两端的最大跨度仅有 23.5千米，总面积25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3.06万。目前金沙县境内的高粱产业势头迅猛，不仅为酿酒业提供优质原料，更通过产业延伸增加附加值。目前金沙以酱酒第2产区身份与仁怀双子星闪耀。茶叶产业作为金沙县主导产业之一，已有30万亩面积的茶叶种植园。2024年的干茶生产也达8560.5吨，被命名为中国贡茶之乡。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83.75亿元，比上年增长 4%。隶属于贵州省遵义市下辖县的习水县，面积3128平方公里，总人口78.91万。习水县作为中国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全县规模白酒企业15家，产品达130余种，白酒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另外被誉为中国驰名品牌的喜酒，其价值连年攀升，产业工人年收入达10万元。目前习水县正在积极推动旅游产业向市场化、精品化、效益化转型升级。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300.27亿元。阿富汗渴望打通瓦罕走廊，万亿矿产换铁路，中国为何屡次拒绝？阿富汗作为连接南亚、中亚、西亚和东亚的交通枢纽，尽管其交通状况不尽如人意，与邻国的交往也时有波折。长期以来，阿富汗的陆路贸易大多依赖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口。然而，巴阿边境问题引发的争议，为阿富汗的出海贸易增添了诸多变数。阿富汗对此深感不安，认识到将贸易通道掌控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而与我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唯一希望便是瓦罕走廊。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中阿通道瓦罕走廊。阿富汗强调的瓦罕走廊是其与我国唯一的边界通道。这条走廊横跨300公里，最宽处达75公里，最窄处仅有15公里，连接了阿富汗的巴达赫上省与我国新疆的塔县。该走廊地处东亚与西亚之间的最近交通要道，使得阿富汗成为了与我国接壤的西亚国家。历史上，瓦罕走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这条走廊包含着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原本属于我国的领土。然而，在1895年的英俄地缘博弈中，该地区被私自瓜分，
瓦罕走廊最终被划入阿富汗境内。1963年，中阿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正式确定了瓦罕走廊东端与我国长达 92.45 公里的边界线。2. 阿富汗为什么渴望打通瓦罕走廊？近年来，阿富汗将瓦罕走廊的建设工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瓦罕走廊作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其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对于阿富汗而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后，经济发展成为了迫切的需求。由于阿富汗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包括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国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使得该国急需寻求外部的合作与援助。而中国庞大的市场为阿富汗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若能成功打通瓦罕走廊，将有助于将阿富汗北部的巴达赫上、巴尔赫等省份与我国实现有效对接，从而促进农业、贸易、交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且，阿富汗与我国的直接对接，不仅有助于突破地缘上的封锁，还能加强与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的贸易和运输合作，进一步发挥其在亚欧大陆十字路口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在亚欧大陆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包括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已经投入运营，中吉乌铁路也在有序推进中。这些项目的加速建设，正在逐步形成泛亚铁路、亚欧大陆桥等线路的整体交通体系。在此背景下，阿富汗对于搭上这趟顺风车，加快瓦罕走廊建设的渴望愈发强烈。为了展现自己的诚意，他们运用了并不擅长的修路技术，简单铺设了瓦罕走廊的公路，直至中阿两国边界。多次在我国主导的国际会议上积极游说，但见我国始终未予批准，阿富汗便尝试新的策略，计划以矿产资源换铁路，以此实现瓦罕走廊的打通。3. 阿富汗想用万亿矿产换铁路。阿富汗的矿产资源丰富，尽管境内多山，生存环境较为恶劣，但经过勘探，已确认的资源包括煤炭、铜矿、稀土以及大理石等众多矿藏种类，共计约1400种。其中煤炭储量约为4亿吨，大理石储量高达300亿立方米，铜矿储量更是达到了2000万吨。尤其是位于喀布尔南部的艾纳克铜矿，蕴藏着高达1133万吨的铜金属总量，这一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巨大。我国企业在2007年成功获得了这一铜矿的开采权。根据最初签订的协议，该铜矿每年可生产22万吨精炼铜，随着工程进展的稳定，年产量有望提升至30万吨。原定工程建设周期为5年，开采时间长达30年。这一工程项目在2009年启动时，不仅中方、阿富汗方面也寄予了极高的期待。然而，项目进展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变故，当地居民以环保为由多次阻挠工程，随后又在工地发现了历史遗迹，再次造成了工程停滞。由于阿富汗内乱频发，项目最终被迫停摆。直到美国在2021年撤离阿富汗后，项目才看到了转机。到了2024年的7月，这一项目得以再次启动。8月，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艾纳克铜矿的公路开始建设。12月，举行了配套水电工程的巨型签约仪式。在艾纳克铜矿复工的过程中，阿富汗方面再次提出了打通瓦罕走廊的想法，并希望修建铁路。对于阿富汗提出的打通瓦罕走廊的想法，我国并没有给出确定的回答，而是给予了融入中巴经济走廊或者中吉乌铁路通车后连接阿富汗等选择。考虑到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和，它不一定会加入中巴经济走廊，而加入中吉乌铁路这一规划还可以考虑。综合考量，阿富汗的选项众多，但打通瓦罕走廊的可行性较低，原因在于其价值相对有限，加之冬季大雪封山长达数月，生存条件极差。其次就是边界安全的问题，阿富汗的局势不稳定，恐怖主义势力活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自然不能贸然开启瓦罕走廊通道。距韩国仅50公里，朝鲜海峡上的对马岛为何说是韩国的意难平？古代对马岛与朝鲜半岛交流频繁，曾以朝鲜藩属名义贸易。对马与朝鲜的特殊关系持续到了明治维新时期。1861年3月，俄国军舰占领对马事件爆发，9月沙俄舰队被迫离开对马。1872年，对马岛并入长崎县，设置长崎县分署。1949年，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要求日本归还对马岛，并声称其为韩国领土，但遭到盟军总部拒绝。1951年7月19日，韩国政府根据日韩和平条约谈判的要求，
放弃了先前对对马岛的要求。对马岛的面积虽然不是太大，但它地处朝鲜海峡中间位置，为海上交通要冲，占据对马岛就控制了大半个朝鲜海峡，如此咽喉要道，所以都想拥有它。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对马岛的基本情况。对马岛是日本九州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日本最大岛屿，属日本长崎县管辖。全岛南北长约82千米，东西宽约18千米，总海岸线长915千米，总面积约为629.3平方公里。对马岛总人口为 2.85 万，主要集中在对马市，这座城市也是岛上最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上看，对马岛距离朝鲜半岛仅约60公里之遥，与日本九州岛的佐贺县和长崎县相隔约90多公里，这使得对马岛实际上与韩国最为接近，在晴朗的日子里，甚至能从岛上山峰眺望到韩国的釜山市。尽管对马岛属于日本长崎县的管辖范围，但岛上的居民与福冈县的交往更为密切，经济上亦主要依赖福冈县。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也有不少韩国游客选择到此游览。对马岛的自然环境十分独特，森林覆盖率高达 80%， 这是因为对马岛上多火成岩，地形为低山丘陵，平坦土地较少，有 90% 土地面积被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地覆盖，使得山区主要以林地为主。位于中南部的史力山海拔约 648.5 米，是对马岛上的最高点。另外，此岛上的农田很少，基本都分布在山脚下，所以当地人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了珍珠养殖业和渔业。在西侧的浅毛湾地区，可以看到许多珍珠养殖设施。由于渔业资源的丰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对马岛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国家争夺的焦点。此外，日本与韩国之间关于独岛的争端一直存在，所以日本岛根县在2005年设立了主岛日条例。紧接着，韩国庆尚南道马山市也通过了对马岛日条例，并将每年的6月19日定为对马岛日。2. 对马岛的战略价值。对马岛位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地处朝鲜海峡，沟通了日本海和黄海、东海。朝鲜海峡的走向从东北至西南的方向，长约300公里，宽约180公里，是连接东海、黄海与日本海的重要航道。黄海是太平洋西侧的边缘海，与朝鲜半岛之间有渤海海峡相隔，而东部则通过济州海峡与朝鲜海峡相通。东海是位于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位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岛以及琉球群岛之间。西南方向通过与台湾海峡与我国南海相连接，东北部与日本海则是通过对马海峡相连接。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区域星罗棋布着多座岛屿，诸如对马岛、巨济岛、济州岛、伊岐岛等。其中济州岛和巨济岛是韩国的领土，其余岛屿则属于日本。而济州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济州海峡连接着朝鲜海峡和日本海，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海峡是东海、黄海和日本海相连的咽喉要道。对马岛的存在将朝鲜海峡分割成东西两大部分。东水道是连接对马岛与日本九州岛的通道，其宽度和深度均相当可观，最宽处达98公里，平均水深约50米，最深处则有131米。此外，东水道中还坐落着一座名为伊岐岛的岛屿，它进一步将东水道分割为对马海峡和伊岐海峡，分别连接着对马岛和九州岛。这些水道区域内的所有岛屿均被日本掌控。西水道则位于对马岛与朝鲜半岛之间，宽约46至67公里，平均水深基本在90米，其最深的区域可达228米，因临近釜山而被韩国称为釜山海峡。朝鲜海峡的水道布局错综复杂，而其中对马岛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它扼守着海峡咽喉，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为了加强这一门户的控制并制约其影响力，日本在对马岛进行了大量建设，包括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城镇的扩展。同时，随着盐源和机织的产业结构逐渐完善，渔业、养殖和旅游业等主要产业的发展也日益兴旺。这些努力不仅加强了日本对岛屿的掌控，同时也为对马岛带来了人口承载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繁荣。